瑞宝撅着屁股探索小瀑布出水口的样子，怎么和福宝小时候这么像？姐妹俩不仅聪明才智上比较像，同一年龄所思考的事情居然也一样。姐妹俩都喜欢搞点钻研。福宝以前由于过于喜欢钻研东西，差点给爷爷的园区洒水装置拆了。福宝给水管咬断了，水呼呼的往外流。好巧不巧，因为水阀开关就在福宝手边。福宝看到爷爷这么浪费水，就给水关上了。福宝这一操作，姨姨们直呼要让福宝去上学。眼看爷爷这水管在这有点碍事儿，福宝心想我帮爷爷拆了算了。就在福宝准备痛下杀手时，将爷爷赶紧来到园区，拿着小零食哄福宝听话，转移福宝注意力。哄完福宝后，爷爷去检查水管，好在一切都不算晚。以后瑞宝发展成福宝这样的性格后，爷爷们就更有的受了。毕竟瑞宝还有一个拥有浑身蛮力的搭子，瑞宝只需要出主意，拥有浑身蛮力的搭子只要负责干就行了。瑞宝和辉宝这里一定会超过福宝的。姐妹俩对室外园区的地图勘探已经基本结束了，园区的各种环境都让辉宝尽收眼底了，甚至辉宝今天忙碌完还给自己洗了个澡。爷爷在台湾和香港也待了一天后，今天回去了。将爷爷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带瑞宝、辉宝去室外郊游了。2天没见姐妹俩了，将爷爷好好给姐妹俩安排了一下。将爷爷为了方便瑞宝爬上树后有吃的，直接在小亮台上放了一把竹子，当然也特意在树下的小床上为辉宝放置了一把。知道辉宝现在还爬不到树上，瑞宝爬上小树后，站在小亮台上，贪婪地呼吸着上面的新鲜空气。感受完这一层的新鲜空气后，瑞宝还想爬到更高的地方。好在将爷爷和宋爷爷早有准备，给上面的树干包上了塑料保护壳。瑞宝尝试了一下就放弃了，因为上面太滑了。之后瑞宝从小树上下来去找妈妈和妹妹了。上面风景虽好，但太孤独。瑞宝从树上下来后，来到了爱宝身边。姐妹俩现在在室外园区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而且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瑞宝、辉宝在室外园区睡觉的样子。姐妹俩根本舍不得睡觉。瑞宝反反复复的爬树，而辉宝一次也不想尝试。瑞宝在园区兜兜转转，一会儿又来到了坡下。瑞宝小手扶着墙壁，慢慢的站了起来。这2步走的多少有点人里人气的。而此时的江爷爷和宋爷爷这里正处在社恐现场，老老实实的给姨姨们回答着他们的问题。爱宝眼瞅瑞宝和辉宝不吃小亭子上的竹子，于是走了过来，打算给他们解决掉，不能浪费粮食。爱宝挑选了几根竹子吃掉后，想回家了，带着姐妹俩就往通道门口走去。而此时在园区上方的江爷爷看出了爱宝此时的想法，立马用对讲机呼喊在控制室里的饲养员，让其给通道门打开。而接下来瑞宝、辉宝每天都将会来室外园区玩耍。今天辉宝睡醒，刚好遇到通道门打开，辉宝开心的走进去，打算去室外玩耍。谁知走进去后，妈妈却出来了。原来通道门的打开不是让辉宝去室外，而是让爱宝回室内的。辉宝走到头，发现对面的门是关着的，又跟着妈妈出来了，场面有点尴尬。爱宝回来后直接回家休息去了。这时圣熙阿姨来到园区，给姐妹俩带来了小零食，小竹子上插着一块小苹果，这样既能吃小零食，又能吃点竹子。姨母带瑞宝、辉宝就跟带娃一样，换着法的让姐妹俩吃饭，变着花样的喂辅食。圣熙阿姨对姐妹俩此时的表现很满意，拿出手机记录了一下姐妹俩的这模样。瑞宝这里为了吃竹子方便，直接给竹子戴在了头上。圣熙姨母眼看姐妹俩吃的挺快，又给瑞宝、辉宝抱来一盘。辉宝看着这竹竿，问圣熙姨母是认真的吗？认为自己的牙是长齐了吗？还给我俩放在中间。辉宝这里眼看自己手里早就没有小零食了，而姐姐这里却一直在吃。辉宝好奇瑞宝这里到底在吃什么，是不是姨母偷偷给瑞宝小零食了？辉宝凑上前让瑞宝张开嘴让自己看看。此时辉宝的这点小心思全写脸上了。最近还有网友发现了自己女儿作业上的题目素材，就是关于福宝的，真不愧是我们的国际福。同时宋爷爷每次在刷到福宝的最新动态时，还会给爱宝、乐宝以及福宝的2个妹妹分享。不过想必福宝现在也很想知道爸爸妈妈以及妹妹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等6月份爷爷们去看福宝时，想必一定有许多的话对福宝说吧。例如瑞宝和辉宝现在也马上要开始进行体检训练了。现在的瑞宝和辉宝也有了福宝小时候调皮的模样，会在妈妈体检时在妈妈身边捣乱，会在妈妈怀里钻来钻去，打扰着妈妈，为的是想抢走爷爷喂给妈妈的小零食，还有姐妹俩的盆盆奶。福宝小时候因为是自己而且爱宝的奶水充足，所以福宝小时候都没有喝过盆盆奶。不过瑞宝和辉宝随着渐渐长大，马上就要开始吃竹子了，想必用不了多久也可以戒掉盆盆奶了。爷爷们一定很想把姐妹俩吃盆盆奶时这可爱的模样
分享给福宝看看。姐妹俩为了盆里最后一口奶而抢来抢去，还有姐妹俩现在下班都不用爷爷抱了，都可以自己回家了。同时，福宝想必也有许多的话跟爷爷分享，例如自己认识了新的朋友，吃了许多之前没吃过的零食，这些都想告诉爷爷。现在真的很期待福宝的隔离结束，期待爷爷们来中国见福宝的样子，以及福宝看到爷爷后的反应。我帮你，到底干盛熙阿姨对爱宝的爱一点也不输两个爷爷，而且早在爱宝坐月子期间，盛熙阿姨更是没少照顾爱宝。只不过那是盛熙阿姨没有属于自己的节目，所以都是在宋爷爷的节目中偶尔出镜。而在盛熙阿姨第一次参加韩国综艺时，当主持人问宋爷爷和盛熙阿姨有什么话要对宝家说时，宋爷爷选择了对福宝展露自己的思念，而盛熙阿姨则选择了对爱宝诉说自己的心声。 저는 엄마인 아이바오한테 하고 싶은 말이 있더라고요. 그냥 여러모로 뭐 괜찮니?라는 말을 이제 물어보고 싶은 게 푸바오 나왔을 때 푸바오 기르면서 뭐 괜찮았니? 괜찮니? 지금 쌍둥이 육아하는데 힘들진 않니? 괜찮니?라고 좀 물어보고 싶은 거 대답을 좀 듣고 싶은 것 같아요. 爷爷在休息和忙碌宝家其他成员时，爱宝都是由盛熙阿姨照顾的。在盛熙阿姨这里，只要是有姐妹俩的，一定就会有爱宝的。当遇到姐妹俩满百日的节日时，盛熙阿姨还会对爱宝表示辛苦了。 아이바, 쌍둥이 키우느냐, 300일까지 키우느냐 고생했어. 응? 另外，盛熙阿姨更喜欢爱宝叫自己姐姐，或许这就是女生更懂女生，更明白彼此的不易。而且，盛熙阿姨的照顾和爷爷们的照顾，对爱宝来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고생했어. 응? 고생했어, 아이바. 当盛熙阿姨值班时，感觉到爱宝带娃累了，会立马让爱宝来室外活动，主打一个彼此理解彼此，彼此相互配合。盛熙阿姨明白，作为女人当母亲是有多不容易，所以与爷爷们不同的是，盛熙阿姨更能先想到爱宝这里，以及根据自己的感受去照顾爱宝。而也正是因为宝家饲养员彼此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才让宝家每个成员一直都处于着幸福的生活中。这是什么情况？天上怎么突然掉下来一颗竹笋？这天，爱宝看到辉宝手中的竹笋后，毫不留情地抢了过来。前一秒还在吃着美味竹笋的辉宝，下一秒便抱着柱子哭了起来。吃完手中竹笋后的艾女士，还不忘再次查看辉宝有没有偷藏竹笋。等爱宝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才放心离开。没有吃到竹笋的辉宝正委屈地低着头，突然这时天上掉下来一颗竹笋。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辉宝先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随后赶紧把竹笋抱在怀里，赶紧开吃，不然晚了就又被抢走了。而此时，小树上的瑞宝正一脸懵地看着下面，原来这颗竹笋是瑞宝不小心掉下来的。看到辉宝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笋，瑞宝便开始想办法拿回自己的竹笋。小树上的瑞宝还不忘时刻观察着妈妈爱宝的动向。瑞宝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确认妈妈没有发现这颗竹笋后，瑞宝赶忙从小树上滑下来，直奔这颗竹笋。看到瑞宝过来，辉宝紧紧地抱着竹笋，怕这颗竹笋再被瑞宝抢去。看到辉宝抱着竹笋不放手，瑞宝二话不说，直接咬了上去，好像在说这颗竹笋是我的。随后，姐妹俩便因为这颗竹笋打了起来。奈何辉宝体重占了优势，力量上完全碾压瑞宝。经过2次抢夺，我们的瑞公主还是没能抢过辉宝，只好默默地吃起了平台上的竹子。而机灵的辉宝防止姐姐再次来抢，也是直接咬着竹笋跑到了另一边的平台。而吃过竹笋后的辉宝趴在小树上睡觉去了，而我们的瑞宝还在为没抢回自己竹笋的事情生闷气。只见瑞宝独自坐在平台下吃着手中的竹子。这时的瑞宝一边看着手中的竹子，一边在想，下次一定要好好抱住自己的竹笋，不能再被辉宝捡漏了。一向回家困难的辉宝这次竟然主动回家，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天，瑞宝正安静地待在平台下面吃着竹子。平台上的辉宝看到后，先是用嘴咬住竹子。瑞宝感觉到自己的竹子要被抢走，紧紧地将其拽住，奈何自己的力气太小，只能眼看着竹子被辉宝咬走。看来辉宝比瑞宝胖子8斤，真不是白长的。而此时的瑞宝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跑来找辉宝理论。还没等瑞宝说出话，辉宝直接对着瑞宝一口咬了下去。被咬后的瑞宝并没有放弃，而是走到了辉宝后面，打算从后面对他下手。卡在楼梯口的辉宝察觉到有人咬自己的屁股，便赶忙从楼梯口下来。眼见情况不妙的瑞宝赶紧爬上平台，看到辉宝跟上来，瑞宝用手阻止着辉宝，
你别说，辉宝还挺猛，把瑞宝直接从平台上拽了下去。而这时辉宝趁机爬上平台，占领高处，防止再次被瑞宝搞偷袭。趴在平台上的辉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瑞宝，看到瑞宝要爬上来，辉宝就用自己的小手推死瑞宝。一会儿，等当辉宝转头拿竹子的功夫，不料身后的瑞宝迅速爬了上来。听到动静的辉宝直接呆坐在平台上，看到瑞宝上来，辉宝连竹子也不吃了，快速跑过去，想用自己的铁头功在瑞宝。瑞宝赶紧把自己卷成一团，随后两小只便开始打了起来。就这样，姐妹俩从平台上打到了平台下，谁也不服谁。不过这更多的像是在玩闹，因为姐妹俩打累了，默契的拿起地上的竹子一起吃了起来。这时机灵的瑞宝看到妈妈过来了，二话不说，直接走向小树。瑞宝知道妈妈这个时候脾气最不稳，而憨憨的辉宝此时还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只见走过来的艾女士先是绕到辉宝身后挠了挠脚，然后直接给辉宝从爬梯上丢了下去。经过辉宝时还不忘补上一脚。辉宝也不傻，知道妈妈这时是要回家，辉宝立马爬起来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追了上去。不过辉宝踏进通道门的一瞬间又回来了。辉宝此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是爷爷，我自己下班喽，嘻嘻，我骗你的。난 송바오라고 해. 너 벌레바오구나. 宋爷爷面对虫子，不仅没有抗拒和嫌弃的心，甚至居然还能将其托在手中玩耍一番，真不愧是宋3岁。잘 가. 旁边的主持人面对宋爷爷对虫子都要用宠溺语气，直接绷不住了，直呼宋爷爷也不用这么用，简直就是综艺怪物。 사육사님도 다 받아주실 필요는 없어요. 그냥 아니다 아직 싶으면. 그 선은 잘 모르겠어요. 저는. 아 진짜요? 当宋爷爷还没出场时，主持人模仿宋爷爷私底下说话，表示宋爷爷讲自己之所以被从最开始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是因为自己的帅气的外表。 아, 오늘 나오실 이분이 이런 말씀을 하셨대요. 내가 사육사로 뽑힌 이유는 바로 외모 때문이다. 내 외모, 내 외모, 내 외모, 내 외모가 최고다라고 얘기하신 거예요. 看来宋爷爷在私底下比镜头前还要3岁，还要中二。 그러니까 말씀을 참 예쁘게 하시고 겸손은 그렇게 많이 없으시는. 아, 정확하시네. 밸런스, 좋은 밸런스입니다. 맞아요. 그래요. 宋爷爷真是越加综艺老手了。宋爷爷是从03年开始当饲养员的，到现在已经22年了。不过宋爷爷表示自己却很开心。 在瑞宝和辉宝小时候，宋爷爷还会常住在园区，有时也并不是因为工作忙，就是想多看姐妹俩一会儿。要知道，宋爷爷当时在被调来熊猫馆时还是很抗拒的。果然，往事是令人最不想提的。现在，如果要让宋爷爷收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就是这句“不想去熊猫馆工作了”。看到宋爷爷对熊猫都这么喜爱，主持人八卦道问宋爷爷和妻子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와이프도 좀 많이 안아주세요. 그럼요. 술로 바꿔주세요. 这天，化身摄影专家的宋爷爷再次上线，继上一次给盛熙姨母对脸拍照之后，这次又来给姐妹俩拍照了。宋爷爷的拍照水平在宝家黑粉圈里是排名前列的。宋爷爷看到姐妹俩正在吃竹笋，便打开相机记录着。没想到宋爷爷经过几天的学习，也学会了运镜技术。只见宋爷爷的镜头在两小只之间来回穿梭。这时有镜头感的瑞宝已经开始准备摆姿势了。 宋爷爷见状，把镜头移到了我们的瑞明星身上。瑞宝也是没有让爷爷失望，直接表演了单腿吃竹笋的画面。旁边的辉宝看到姐姐已经摆好姿势，便开始挑选适合自己摆造型的竹笋。然而挑了一圈也没有挑到的辉宝，便爬到滑梯上独自生闷气。而此时的另一边，瑞宝看着爷爷镜头再次朝自己靠近，有明星包袱的瑞宝赶忙坐了起来，开始表演坐着吃竹笋。 这时，细心的宋爷爷发现，在滑梯上的辉宝情绪不是很高，便把一颗小竹笋摆在了辉宝面前，让辉宝下来吃。这时，姐妹俩同时发现了放在平台角上的竹笋皮，便开始动作一致的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结果，竹笋皮不小心被弄到了地上，只见辉宝一个前滚翻，从平台上滚了下来。这一瞬间，我们的宋爷爷自然不能放过，直接把镜头给到了辉宝。下来后的辉宝还看了眼爷爷，好像在问。 爷爷，我这精彩的前滚翻你抓拍到了没？宋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头，像是在回应辉宝。沉浸在拍摄中的宋爷爷突然想起自己该接姐妹俩回家了，便放下手机，准备抱姐妹俩回家。一向回家困难的辉宝，这次一反常态的乖乖被宋爷爷抱回了家。临近家门，还不忘给依依妹妹手机。而我们的瑞宝似乎还想让宋爷爷给自己拍照，看到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 试图抱住爷爷的头，阻止爷爷抱自己回家。没有办法的宋爷爷只好将其拦腰抱起。此时没法再继续反抗的瑞宝，
只能乖乖的被爷爷送回了家。调皮的辉宝每天不是被揍，就是在被揍的路上。这天正躺在平台上晒太阳的瑞宝突然感觉眼前一黑，原来是辉宝一屁股坐在了姐姐脸上。感受到屁股压脸的瑞宝赶紧把脸移出来，随后两小只便在平台上打了起来。然而常年在树上练功的辉宝可不是白练的。只见辉宝摆出战斗姿势，不一会儿便把姐姐从平台上给挤下去了。看到宋爷爷过来，机灵的辉宝便想要藏到旁边的楼梯上，仿佛在告诉爷爷这一切与自己没关系。奈何自己的小短腿还露在外面，被宋爷爷看到后，自然逃脱不了爷爷的唠叨。被唠叨后的辉宝看到妈妈，便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不料妈妈突然停下脚步，小短腿辉宝便一头撞在了妈妈身上，随后抱着爱宝的腿开始碰瓷。爱宝看着辉宝这一操作，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看到辉宝起身，爱宝便伸出手阻止着辉宝靠近自己，然而就算爱宝咬住辉宝，也没能阻止住辉宝对自己的进攻。爱宝逐渐变得失去耐心，看到辉宝踩在了自己脸上，艾女士直接嫌弃的把辉宝丢了出去，心想我怎么会有这么调皮的女儿。然而被嫌弃后的辉宝没想到，更惨的还在后面。刚爬上小木架的辉宝看着对面气势汹汹的瑞宝，顿感不妙，没想到姐姐还记着刚才自己一屁股坐在她脸上的仇。辉宝被吓得连连后退，瑞宝也是追过去对着辉宝就是一顿打。辉宝从没见过如此凶悍的姐姐，被打后的辉宝想跑到小树上来躲避姐姐的追击，瑞宝看到后直接把她从小树上推了下来，接着对辉宝的头就是一顿乱咬。这时听到动静的艾女士赶了过来，先给平台上的瑞宝一顿胖揍，瑞宝被妈妈打得捂住了头，而旁边看热闹的辉宝好像在说：妈妈，打了姐姐就不能再打我了。没想到爱宝一个也没放过，看到正在悠闲吃竹子的辉宝，艾女士也是直接冲了过去，吓得辉宝手中的竹子都掉了。辉宝没想到自己还是没能躲过被妈妈揍，一天经历2次胖揍的辉宝就这样欲哭无泪地躺在平台上。前有宋爷爷爬到树上代替姐妹俩营业，现有将爷爷爬到树上呼唤两小只。有了上次看到宋爷爷爬树的经验，这次瑞宝看到江爷爷要爬树，赶忙跑来阻止江爷爷上树，但没想到没有成功抓住江爷爷，反而还摔了个屁墩。成功上树的江爷爷还不忘对滑梯上的辉宝炫耀，听到动静的辉宝咻的一下从滑梯上滑了下来，迈着小短腿过去查看是什么情况。看着江爷爷从树上下来，辉宝赶紧抱住小树，试图扶住江爷爷上去，甚至看到江爷爷快要上去的时候，咬住爷爷靴子，让爷爷不再往上爬。令姐妹俩没想到的是，江爷爷只是虚晃一枪，看到姐妹俩都跑来找自己，江爷爷便知道自己成功了，随后便去叫宋爷爷给两小只拿盆盆奶。收到消息的宋爷爷拿着盆盆奶很快就进来了，瑞宝闻着味道就跟了上去，对着盆盆奶就喝了起来。而此时的另一边，宋爷爷正拿着盆盆奶把辉宝引诱过来。今天宋爷爷还给姐妹俩加了点辅食，只见宋爷爷拿来2颗新鲜的竹笋，等姐妹俩喝完盆盆奶后，宋爷爷便把手中的竹笋给了他们。此时瑞宝正开心地吃着手中的竹笋，而旁边的辉宝早已盯上姐姐手中的竹笋。辉宝放下了自己的竹笋，转头就上去抢姐姐。辉宝表示自己手里的竹笋没有姐姐手里的香。辉宝的这一操作让旁边看着的宋爷爷不禁露出无奈的表情。不过瑞宝并没有让辉宝得逞，瑞宝抬头看向爷爷，仿佛是在跟爷爷告状。爷爷，刚才辉宝抢我的竹笋吃。宋爷爷眼看接姐妹俩回家的时间到了，便准备抱姐妹俩回家，还想要拿瑞宝竹笋的辉宝被爷爷一把抱了起来。辉宝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我怎么还起飞了？给辉宝抱回家时，瑞宝正乖乖地躺着等待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瑞宝被宋爷爷抱起时，还忍不住地摸了摸宋爷爷的脸。瑞宝这2下直接给宋爷爷拿捏得死死的。今天辉宝的体重已经整整领先瑞宝10斤了。其实早在瑞宝小时候，江爷爷就预知了瑞宝会比辉宝轻。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讲到，瑞宝喜欢少食多餐，瑞宝这饮食规律妥妥易瘦食谱。 그러니까 한 번 젖을 먹을 때 충분히 먹지 않고 자꾸 달라고 찡얼거리고 조금씩 먹고 후이바오 같은 경우는 한 번 먹을 때 충분히 먹고 잘 자고. 而当爷爷的往往更喜欢辉宝这样的性格，辉宝这吃完就睡的作息也造就了辉宝紧的体重。虽然咱辉宝现在略胖一点，不过辉宝这白白胖胖的大外孙更招人稀罕，也更省事儿。而饲养员们还曾为了避免姐妹俩体重悬殊太大，怕以后瑞宝会经常挨辉宝的欺负，还曾特意为辉宝减少奶粉的用量。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方法根本没用。辉宝在爷爷这里失去的奶粉都从妈妈那里补了回来，甚至反而让辉宝吃的更多了。不过现在辉宝虽然比瑞宝重，但是并不会欺负姐姐，因为姐妹俩要欺负的目标是宋爷爷。而江爷爷这周还重新整理了一下瑞宝和辉宝的小花园。自福宝走后，江爷爷终于重新拾起了自己搁置已久的园林造景专业，又开始在园区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了。而宋爷爷和江爷爷经过讨论，打算给乐宝园区也种上新的小花，防止瑞宝和辉宝园区里的小花生长不起来，而给乐宝园区也种上，等乐宝园区长好了，就可以把花种到瑞宝和辉宝园区了。想来乐宝之前的园区就是用来给福宝种花用的，现在轮到瑞宝和辉宝了。而乐宝已经为宝家牺牲这么多了，再给瑞宝辉宝牺牲一下也没什么的吧。不过宋爷爷看到圣熙阿姨这般轻松就拿捏了辉宝，肯定会费解自己与辉宝，就连自己上树都摘不下来的熊，圣熙阿姨单凭一个眼神就让辉宝从树上爬了下来。下午圣熙阿姨来给瑞宝辉宝喂奶，因为辉宝此时正在树上，圣熙阿姨没有宋爷爷那般激进，选择了先喂食瑞宝，而辉宝则选择了等会儿再说。但辉宝这里看到圣熙阿姨只跟姐姐玩，而没有和自己玩，吃醋了。辉宝眼看自己再不下去，圣熙阿姨都要被姐姐抢走了，于是便爬下去找圣熙阿姨。但此时瑞宝这里的盆盆奶已经吃完了，圣熙阿姨和瑞宝玩起了欲擒故纵，故意不理辉宝，无视辉宝。这下辉宝这里成了觉得是自己不听话，所以一下失去了圣熙阿姨对自己的喜欢，伤心的趴在了小木床上，反思着自己的错误。没一会儿，圣熙阿姨回到了园区，而此时刚吃完盆盆奶的瑞宝活力满满。瑞宝走到圣熙阿姨身边，圣熙阿姨顺势将瑞宝抱起，跟游客们说了个再见，抱着瑞宝便离开了。而此时的辉宝想必心里已经难受到极点了。圣熙阿姨连续2次的无视自己，辉宝此时脸上都没有笑容了，垮着小脸，满是忧伤。当然圣熙阿姨怎么会忍心真的不理辉宝。圣熙阿姨给瑞宝放下后，再次重回园区，并给辉宝拿来了新的盆盆奶。而经历了双重打击的辉宝哪敢再不听话，辉宝老老实实的走到盆盆奶前，乖乖的吃起了盆盆奶。以前都是看宝家如何拿捏饲养员的，今天也终于看到一次饲养员拿捏熊猫幼崽了。而圣熙阿姨的这波操作简直可以成为教科书级别的收熊方式了，建议宋爷爷通宵观看学习。圣熙阿姨看辉宝的盆盆奶吃完了，抱起盆盆奶开始给辉宝擦嘴。江爷爷曾跟圣熙阿姨开玩笑道，圣熙阿姨给辉宝擦嘴像是在给其擦屁股。而辉宝在圣熙阿姨的陪伴下也重新挂起了笑容。今天爱宝再回室内带娃，还是在室外园区享受自由之间，选择了享受自由。爱宝站在门口思考片刻，转头就走了回去。爱宝心想，室内园区有奶爸呢，姐妹俩在室内出不了问题。看着爱宝这开心且自由的样子，让我一下想起了那年爱宝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那时爱宝和乐宝还没有带娃的疲惫，自己的竹笋也不会被抢，有的都是一个人的自由，以及每天来自奶爸们的宠爱。每天有着许多新奇的小玩具，到夏天时奶爸们还会优先为自己准备豪华的夏日套餐。记得那年爱宝和乐宝还互换了园区，怎么乐宝不管躺在背景多优美的地方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心意，反观爱宝这里简直不要太可爱，乐宝真是高攀了。当时江爷爷看到爱宝这炎热的样子，心疼的立马去买来一车冰块，然后便开始为爱宝布置园区。爷爷们给冰块放在了泳池里，可以起到给园区降温的作用。另外爷爷们还将冰块制作成了很多种形式，冰沙、刨冰应有尽有。爱宝走进园区，这时的园区不仅有鲜花，还有爷爷们从蝴蝶馆借来的云朵。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便直接开始了享受。爱宝品尝着这细腻的冰沙，身体瞬间感觉到了凉爽。而与此同时，爷爷们也没有忘记乐宝这里。乐宝这里的夏日套餐则简单直接一些，超大号的竹子冰棒，还有在冰床上奶爸们准备为其搭建的竹子凉亭。这也是乐宝为数不多的出现爱宝园区的画面。乐宝走进园区就被大冰棒吸引了注意力，显然这个竹子冰棒有点大，这让乐宝放在怀里倒是刚刚好。不过凭借乐宝的努力，还是给冰棒拿了出来。乐宝给冰棒拿出来后，忍不住的直接开口。虽然这冰棒些许有些简单，但乐宝对其依旧深感喜爱，毕竟男孩子家就是要粗养，女孩子要细养。而转眼间，乐宝现在都是3个孩子的爸爸了，但是除了体重上有些变化，其他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乐宝既不用生孩子，也不用带孩子，反而是爱宝这里现在是越来越操劳。到我看到辉宝抢了瑞宝自己喜欢的江爷爷后，瑞宝为了不让宋爷爷感到尴尬，而选择不与妹妹争抢江爷爷，转头走向了宋爷爷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瑞宝这般讨人喜爱是有原因的。虽然瑞宝多数时间都是文文静静的，但瑞宝总是能看懂人的小心思，
和对方的尴尬。有时细想，瑞宝真的很像一个懂事的人类小孩。例如上周盛熙阿姨在拍摄每周视频时，盛熙阿姨给姐妹俩拿来了胡萝卜。就在姐妹俩都在忙于吃胡萝卜时，先是瑞宝发现了此时盛熙阿姨的不知所措，因为盛熙阿姨没有宋爷爷和江爷爷那样话很多，有的只是在姐妹俩身边默默看着。这时瑞宝看到了盛熙阿姨的尴尬，放下手中的胡萝卜陪盛熙阿姨玩耍，而且这也像是在给盛熙阿姨的视频提供素材。而在昨天，盛熙阿姨来到园区打扫卫生时，以前一向调皮的辉宝在树上睡起了觉。而瑞宝看到盛熙阿姨又是一个人，于是便来到盛熙阿姨身边，陪伴着盛熙阿姨。这也是为什么宋爷爷和江爷爷经常说福宝的到来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因为以前福宝也总是懂得人的小心思，明白爷爷此时情绪，懂得如何陪伴爷爷。或许生活中的有些幸福都是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对于圈养动物而言，他们除了每天能够吃饱喝足以外，需要更多的是饲养员们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因为在这硕大的园区里，只有他自己，这必然会感觉到无聊，所以饲养员陪伴他们玩耍打闹，这可以让圈养的动物不会那般无聊，带动他们的情绪，也可以预防他们出现刻板行为。而当爷爷和姨姨们有人陪时，瑞宝就又会恢复成乖巧可爱的模样，自己躺在小滑梯上看着爷爷和妹妹玩。而瑞宝这时也不会吃醋，不仅是瑞宝懂事，更是对爷爷有100%的信任。因为瑞宝知道爷爷在和妹妹玩耍的同时也不会冷落了自己，或许下一秒爷爷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而爷爷们也正如瑞宝所想，姐妹俩轮流陪伴，保证给予姐妹俩的爱能够平等。看着福宝隔离时室外园区这花团锦簇的样子，恍惚间看到了那年福宝在绿油油的草丛里和妈妈打滚的样子。福宝只在韩国经历过3次园区繁花锦簇的样子。第一次是福宝1岁时，那时园区的小花小草也是福宝在韩国的3年里开得最茂盛的一年。而第二次则是福宝最调皮的一年，那一年福宝差点给整个室外园区都拆掉，当时福宝还被罚了1个星期的禁足，因为爷爷们维修室外园区整整用了1个星期。而第3次，经过福宝2年连续对园区的破坏，园区逐渐变成了黄土高坡的样子。而就在这3年时间里，福宝解锁了许多的技能，例如体验到了在树顶睡觉的舒适感。而这也是福宝在韩生活的3年里最令爷爷们头疼的事情，因为福宝一旦爬到树上后，下不下来全看心情。爷爷和爱宝都没办法，爷爷喊爱宝叫一叫福宝，懂事的爱宝听奶爸的话，蹲坐在小亭子上喊着福宝，但福宝完全不为所动，甚至还给爷爷和妈妈换了个更嚣张的姿势，表示自己醒了，但是就是不下去。除此之外，在夏天在泳池里泡澡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露天的泳池再搭配上春意盎然的美景，宛如童话里面的世界一般。而想必现在正在隔离的福宝也想赶紧再重温一下泳池的感觉吧，毕竟从韩国隔离到现在，福宝已经2个月没有玩水了。等福宝隔离完，一定要在泳池里好好给自己清洗一番。而希望到时候基地给福宝安排一个带泳池的小院子。此时的福宝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隔离完出来玩耍了。到时福宝一边吃着奶爸给自己剥好皮的大竹笋，一边躺在自己的小泳池里泡澡，别提生活有多安逸了。而在这一时期里，爷爷们还经常会给福宝丰容，让福宝玩耍。爷爷们给福宝的皮球总会被福宝啃破，以及还有福宝的室外躺椅，这都是福宝喜欢的东西。不过等福宝隔离完，福宝的丰容也不会少，要是少了，姨姨们肯定会自费给福宝买。自己家的国宝就是要自己惯着。希望福宝隔离结束的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想必到时候江爷爷、宋爷爷以及盛熙阿姨也会立即安排自己的时间来中国看望福宝的。上次宋爷爷做的花束受到梁小芝的喜爱后，这次手工大师宋爷爷再次上线为梁小芝做了手工花环。宋爷爷忍不住向姨姨们展示自己做的花环，看来宋爷爷对自己的手工技术很是自信。在园区内扫视一圈后的宋爷爷最终发现自己的目标正趴在外出通道里，便过去找他们。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率先跑了过来，不过吸引他的不是宋爷爷手中的花环，而是我们盛熙姨母手中的手机。看到瑞宝直冲手机跑来，我们的盛熙姨母惊呆了，没想到手机对瑞宝的诱惑力太大了，顾着找镜头的瑞宝全然不听旁边宋爷爷的呼叫。宋爷爷只好拿着胡萝卜去引起瑞宝的注意，趁着瑞宝转身之际，眼疾手快的宋爷爷直接把胡萝卜放到瑞宝嘴里，而吃到胡萝卜的瑞宝像是被封印住一样，瞬间安静下来。宋爷爷看到后，尝试把花环戴到瑞宝头上。看到戴上花环的瑞宝，宋爷爷忍不住摸了摸瑞宝的脸，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与此同时，宋爷爷还不忘招呼正在员工通道的光君。而此时的光君同志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好像在对瑞宝说：“
姐姐，你先拖住他俩，我研究一下这个通道怎么出去。还没等辉宝研究明白，宋爷爷便把他捉了回来。被捉回来的辉宝正生无可恋地躺在平台上，而身后的瑞宝看到爷爷正在这里，便悄悄过去找宋爷爷，表示自己也想要体验一下宋式按摩。不料被宋爷爷躲开了。只见瑞宝一头扎进了辉宝，想要给瑞宝戴花环的圣西姨母被瑞宝的这一操作给逗笑了。不过瑞宝还是如愿体验到了宋式按摩。体验过后的瑞宝看到了姨母手中的花环，便乖巧地趴在滑梯上，等待着姨母给自己戴上。姨母见状，把手中的花环看到戴上花环的瑞宝，依依忍不住发出了耶不耶不，因为戴上花环后的瑞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不得不说，这次宋爷爷做的花环实在是太符合我们瑞宝的气质。听到心直口快的圣西阿姨这样说，想必宝家粉丝们对乐宝皮肤的问题也可以松了一口气。圣西阿姨是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就当被采访被问到放假时会不会来爱宝乐园玩耍时，圣西阿姨都会诚实的表示到不会。而对于乐宝的情况，圣西阿姨更是表示了，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来现场查看。 완전 너무 하얘서 직접 오신 분들도 보시면 그 부분만 이렇게 하얗게 번쩍번쩍 빛나는 것처럼 보이실 거예요. 그러다 보니까 눈에 더 띄기는 하는데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与错误，这正是宝家粉丝们所对其欣赏的地方。公开透明的饲养方式，除了他们自己的公开节目以外，每天还有许多的站姐输出物料，可谓是宝家室内室外生活以及各种生活细节都展露在游客们和粉丝们的眼里。宝家的宝贝们肉眼可见都被照顾得很好，而且都知道宝家团队并不是一个人照顾一只大熊猫，而是除了兽医以外，每天都有近10几个人对其进行照顾。同时，圣西阿姨还表示，这也多亏了我国专家和兽医们的努力，才使乐宝皮肤问题恢复得这么快。 수의사분들이 노력해주신 덕분에 많이 좋아지고 있으니까요. 앞으로도 수의사분들과 함께 열심히 우리 러바오 치료하는 데 전념해서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对于乐宝，除了饲养员以外，最关心乐宝的可能就是站姐们了吧？有些站姐甚至从早跟到晚，一直观察着乐宝的情况，甚至一有不对就会去问饲养员，以及在爱宝乐园上面发私信询问。只有得到准确和详细的回复后，站姐们才会放下心来。有这么多人对乐宝的关注，以及再加上饲养员们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不仅让乐宝的身体得到了很快的恢复，也让宝家粉丝朋友们对乐宝的身体情况一直有着最新情况的了解。